这个猪的大骨头，我相信没有不喜欢吃的朋友吧？真的是安逸哈！现在价钱超级的相应，只要8块钱一斤。今天我们就用这根大骨头给大家分享一下大骨汤的正确熬好。大骨汤的话是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喝的，它的熬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。但是如果你一旦熬不好，熬出来它汤是那种黑黢黢的，不是白的。大骨头的话，先从中间给它敲断。再从这里给它一分为2，宰好过后再清洗一下，主要是把它的血水给它洗掉。清洗好之后，下锅先焯一下水，来一点配散的姜葱、料酒，焯开过后打去浮沫。再给它煮5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避孕。一定要把它煮透，这样子炖出来的汤它才会漂亮。清洗干净的骨头放入砂锅中，用砂锅慢慢的炖的话，炖出来汤口感才会更好。丢入一块配散的老姜，一个葱节，干花椒壳壳。烧开过后，把盖子给它扛起来，用最小火先炖1个小时。香料的话，我准备的是一节莲藕，选择老一点的莲藕哦。先把这个把背给它去掉之后，去皮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就是我这个发型已经变了哈，我也搞不懂为啥子哈，我的头发长得太快了，基本上的话1个月就要剪一次。我记得以前我基本上是3、4个月才剪一次，现在你隔个20天不剪，老板就要在那里念了，叫你去剪头发，这样那样的。莲藕削皮洗净之后，切成滚刀块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切吧，就没有什么难度了。今天这一个菜属于一种比较好手的菜，就是咱们可以一边看动画片儿，一边就能把菜做好。我想问大家一个事情啊，就是你们喜不喜欢买彩票？我搞不懂为什么老板一个女的，她还特别的喜欢买彩票。我记得我在，应该是13年和12年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买的，主要是那个时候的话。可能有那种一夜暴富的思想，买了2年毛都没有一个，后来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买过，这几年1次都没有买过。我老板基本上每一次出去他都会给你打个2注回来，他说万一中了呢，我说你把万一中了几个字花掉就好了。骨头汤已经炖来差不多了，现在把莲藕给它放进去，调味一点盐。1个小时这个骨头都还没炖到好趴，但是汤这个已经炖来差不多了，看起来很安逸。盖上盖子，烧开之后用最小火再炖40分钟，把它炖至趴烂。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，这个汤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熬好了。哇，好浓稠，看起来就是超级的爽。这样炖出来的莲藕哈也是很粉很糯的呢，这个肉夹起来都是一闪一闪的。就是要时间炖够，汤才会好喝。接下来要给它调味一点谷氨酸钠，增加鲜味，不要太多。这个味精和鸡精放多了，你吃了之后，吃的时候感觉不咸，很鲜，好喝。但是你吃了之后总是感觉口渴，想喝水。大家有没有去饭店吃饭，吃过之后回家就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味精、鸡精放的太多了。尝一下看汤的盐味够不够。寒暄味刚刚好，关火直接上桌就可以吃了。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就可以开吃喽。飘点葱花的话，它确实汤喝起来更加的香，非常好吃好喝的
莲藕大骨汤就做好了。榛子炖出来，汤鲜入烂，莲藕粉糯，口口都是鲜美。汤汁用来泡饭，我都能吃2碗。这个骨头啃起来是越啃越香，越啃越过瘾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搞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炖一个汤整整的搞了我2个小时的时间，现在都已经1点钟了。早知道的话，应该用高压锅压，高压锅压快一点，但是这个汤肯定没这么好喝。今天中午就用大盆盆干一盆剩饭，哇！这个莲藕真安逸。其实用那个湖北的红福莲藕来炖汤，那才叫真正的安逸。骨头啃起走，炖得太烂了，1抿就烂了，安逸得很。我吃了好几口肉了，1口饭都没吃。喜欢吃蘸水的朋友可以打一个蘸水，鲜椒、红油、豆瓣都随你。这一锅汤反正是我一个人的嘛，就直接用这个勺子喝了，吃2顿。这鲜美真的让人不敢相信。多的我也不说了，只求没有点赞和没有点收藏的朋友帮忙点一下收藏和赞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，我偷偷的吃饭了，拜拜。为什么饭店的馄饨那么好吃，你在家里面却总是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呢？今天我就把关键的步骤教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第一步就是选择肉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这一种前腿的梅花肉。它吃起来口感才会比较细腻，并且不发柴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带着一点肥的，带着一点瘦的，吃起来更加化渣。这个肉呢，现在我们这里是10块钱1斤，这个是昨天赶场买的，冻了一下，所以大家看起来有一点点硬硬的，它是不影响的。清洗干净的猪肉，先切一下之后，再来把它剁碎。做这个馄饨的馅儿，真正的还是要剁的，剁的它吃起来更加有口感。大家在切这个肉的时候，尽量的把它切来细一点，等会儿呢我们宰的时候就可以省很多力气。如果你现在切就切得很大一块，宰那么就会宰比较久。全部切好了，现在就是挥刀动武的时候了。宰这个肉的时候，尽量宰来细一点，吃起来的话它才没有颗粒感，口感比较爽滑那种。我们来准备一点姜葱，给它切细。洋葱再来切上一点，切成壳块。大蒜子2棍儿，剁成末。这个我们是用来炼一个姜葱蒜油的，放一点这个油的话，馄饨整体香味就会提升很多很多。现在额外再来准备一点姜葱，切成长节，老姜的话就切成块，再用刀给它配碎，葱也用刀配一下。姜葱里面加入一点开水，用勺子给它不停的按，烫一个姜葱水，主要是取其味道。先把它放到一边自然冷却，趁这时候锅里面烧一点油，油烧热后下入姜葱、蒜、洋葱，转中小火慢慢的炸，把这些的香味全部炸到油里面来，油少料多，这样子炸出来才香。油里面的料渣全部炸金黄，先倒出来给它避孕。现在就要来最关键的一步了，调馅儿，加入胡椒粉、盐、鸡精，大家一定要看仔细喽，蚝油、料酒，刚才准备的姜葱水，下手抓捏均匀，让这个肉把这些料全部吸收进去，它吃起来才会细嫩爽滑。抓捏好过后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，最后再给它来上一点鸡蛋清。加入鸡蛋清的话，是使其更加的滑嫩。
继续抓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。记住，我们调馄饨的馅儿是不放淀粉的哦。这样子调出来的馅儿叫水打馅儿，并且我们加的是姜葱水，吃起来没有姜葱的颗粒口感，但却有姜葱的香味。馄饨皮我就直接买的现成的，今天一个人在嘛，所以也没有准备多少，包一坨入在这中间，边上这里沾一点水，等一会儿沾得牢，对折过来。这个角落也沾一点水，然后我喜欢这样子包过来，这样子捆蹦蹦的，看起来就特别的安逸。这种包法的话，一般是我们四川这边的包法，其他各地就根据自己的喜欢的包法来就可以了。包法很多很多，都反正随自己嘛。这样包出来，我觉得特别漂亮。这个肚皮有点饿了，我们先包个20个。把今天晚上的煮来吃了，剩下的皮再把它包来放到冰箱里面冻起。你不可能饿着肚皮还在这里先把它包完噻，对不对？我亲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送什么好呢？上海小姑娘，以前在浙江打工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。那个时候不是在厂里面住5金吗？就搞一个音箱，给它挂在那里，就给直接放。想想都好笑。不过说实话，一个年代说一个年代的事情嘛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时候就流行那样子。就好比我以前也是杀马特一样的。料碗里面来一点紫菜、虾皮、盐、鸡精、生抽酱油，刚才熬好的葱油，再来一小块猪油，冲发，加入一点高汤，锅内水开后下入包好的馄饨，馄饨快要煮熟的时候放几片菜叶子一起煮一下，舀入调好的料碗里面。看起来就超级的有食欲，比外面卖的还要漂亮。非常好吃的清汤馄饨就做好了。这个做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，老少皆宜，尤其的适合早餐和晚餐，吃上一碗，心里面总是美美的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这一碗的话还是不少，吃完这个肚子肯定是饱饱的。哇，好安逸，好安逸哦！到外面去吃的话，一两好像就是12个。我这一碗应该是2两多一点。没什么好说的，真的就是2个字，好吃。里面的馅料也是特别细滑，它不是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。可惜最喜欢吃焯水的董事长不在，他要是在的话，估计他也能吃个20个。